洪副统领，有何高见？在下万万没有想到，铁二爷还记得在下，记得10年前，在下曾为铁二爷办过事，是在下一辈子的荣幸。西将军得知铁二爷在境内，怕铁二爷这一路上不平静，特别要我们9人来侍奉铁二爷。呸！路上不平静，铁二爷天下无敌，谁敢招惹？就凭你们几个就能保护得了4大名捕铁二爷了吗？丁老爷是知书达理的县太爷，我洪某斗大的字不识一个，只知道4大名捕中的铁二爷是万民敬仰的大捕头。洪副统领，我不打算惊动任何人，诸位请回吧。让在下送铁二爷一程吧。我有公务在身，如有延误，你们负责。不敢，铁二爷您慢走。让开，让开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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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，从此地进京有2条道，一条是官道，另一条是捷径，翻过五指山，再转入邺城，然后抄小道上西洋崖。爷，前面就是岔路口，咱们该怎么走啊？这大小2道，副中书的人必定已经留意，不能走。还有一条路，走水路。二爷，我们乘船西行，航入易水，而且走水路可以缩短航程，远离此地后再上岸返回京。水路更加万万不可。九幽老怪精通水性，在水里遇上九幽老怪，敌有我劣，绝非其敌。况且西红类也精通水性，擅长机关布阵，还是避开为好。二爷，那这3条路，3条都不能走。我们往没有路的地方去，避开有水的地方，避开极易布阵的乱石绝壁。我们往没有人迹、没有路的地方去，蛰伏几天，先让他们摸不着头绪再说。这。终于把你逼出来。爷，是刚才那9个卫士。爷，手下去把他们打发了。下一站歇脚处有多远？避开3条路3里外，环环山神庙是歇脚的好地方。先到山神庙安顿下来，再设法赶走他们。这，驾，驾，驾。齐少少，黄淮山神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黄淮山神庙看古旧的匾牌，这庙当初必定香火鼎盛，有一番气象。谁想到年久失修，竟然荒芜至此。此时还能发思古幽情，凭吊古迹，齐大侠确实有不同常人之处啊。连云寨乌鸦岭也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山神庙，没有名字。小六子，哎，酒热好了没有？我看看啊。爷，可以入口了。
这庙没了住持，断了香火，很快就荒。像我连云寨如今没了8大寨主，也很快会变成荒山野岭。令爷，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庙里歇脚，便在1里外的军种处歇脚。我过去看了看，的确是那9位无敌卫士。这9个人居然跟得上来，也算是个角色。要不要我去打发他们？不用急什么，等小六子弄好吃的，咱们一块儿去吧。是爷。小六子，哎，吃的弄好了没有？马上就好了。待会儿咱们还要去闹乐子呢啊！快了，快了。你在想什么？他们很像我连云寨的兄弟，一大群人，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一块嬉闹，点在一团。我离开京城时，身边有6个弟子，现在就剩下老五和小六子。于公于私，我都会将你的案子查个水落石出。你我更多的应该是合作，而不是抓和逃。没有信任，谈什么合作？还有，顾一昭和黄金玲他们是一心一意要杀我的，就是因为我不肯放弃查明真相。还有逆水寒和李陵，如果你要和我合作，他们应该也不会放过你，不会任由你来发现这个天大的秘密。爷，我们去把那烦人的家伙打发走吧。对，没错。你们去吧。走走走。哎，帮我压一压，别把这儿的冤魂给招来。你别胡说八道啊！冤魂，我可不是胡说。我跟他去茅厕的时候，总觉得不对劲儿。听说这里以前是军家的乱葬岗，还有人亲眼见过一个女鬼。啊？听说她的2个眼睛啊是血窟窿，还流着血呢，还在空中飘，还叫还我命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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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在叫。我就不信这个邪。哼！别跑！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回来！回来！老六，五哥，他们都让我吓跑了，太好了。哎，咱们再到那边去吓唬他们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走。是谁？出来！邪鬼有本事把这些无敌卫士吓成这样，那不像是人发出的声音。
你不能进行打坐，你的伤就很难恢复了。我做了个噩梦。没关系的，我知道你心里很乱。什么声音？也许是小五、小六子他们太调皮了，装鬼吓那些无敌卫士。你很有天分，武功招式也变化繁复，极具创意，很有通悟的境界。但内力修为还不足，也太冲动了些。所以我不是你的对手。日后，却不知我是否敌得过你。谁？究竟是谁？为什么不出来相见？要做这小人之举？为什么不出来相见？要做这小人之举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九幽神君，他不是九幽神君，只是江湖的骗子而已。你丢下了亲信弟子不了，却来整齐少商的性命。因为我知道你会来，还有，我也知道你不是九幽神君，你顶多只有他5成的功力。要不是你暗算，就是5成功力，你也够。不错，我暗算你了。难道刚才你没有暗算人吗？他不会是顾惜招吧？嘿，小心！怎
此人的武功好厉害啊！刚才烟花是谁放的？我也不知道，看来是帮我们拦住他的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没看清他和他使的招数。你还是快去救他们两个吧。你不用担心，我不逃。现在局面还在你控制之中。我不担心你逃，你现在逃是自寻死路。这样吧，我们一道去。小六子，我没有赶来救你，我知道你们死不瞑目，可我要是赶来救你们，他们就会杀了戚少商。在没有查明真相前，我不能离开他。小五、小六，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。其实你是为了保护我，才没及时救他们两个。铁二爷，这事你大可不必插手。他们正在杀我，你不必为我挡灾。你错了，他们连我的弟子都敢杀，已然不怕和我结仇。想来副宗书的指令里，不但要拿你的命，也要我的人头，所以谈不上为你挡灾。也许九幽老怪亲自来了。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，会随时发动攻击。干什么？我把我的魂入一气神功传授给你，现在你和我必须合作。击退强敌之后，你继续你的逃亡，我继续我的追捕。一边追捕我，一边又保护我，为此还失去了你所有的弟子。说得不错，因为你我生死与共。生死与共，因为你的追捕，连累我那么多好友命赴黄泉。你是说，我们有血海深仇？是的，既是血海深仇，又是生死与共。那你打算如何？待我查明真相，报仇雪恨。我的命是你的，可是所有因你而死的人，我还是要替他们报仇。好，我等着。红泪，怎么会是你们？我们在这儿等着伏击铁蛇。你们中圈套了。谢少商，快带他们三个离开！我不想再有无谓的牺牲。我能放你，就能把你抓回来。走！戚少商，既然铁捕头让你走，你还不走？大当家，走啊！好，我等你来抓我。走。
调虎离山不成，又换了借刀杀人，略施小计而已。我恰巧知道他们3个在这准备伏击呢，就顺手利用了一下，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。不过你身上的内伤应该不轻吧？能听声辨伤，也算得高明。你到底是谁？九幽神君是你什么人？九幽神君的魔功是靠什么练的？谁又有这个东西？三宝葫芦，我一直不敢相信，原来真的是你。为什么不敢相信？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婉晴？你练三宝葫芦的魔功，就是为了杀七少商吗？若只为杀七少商，我用我的鬼窟小斧就够用。丞相令，铁手私自放走朝廷钦犯七少商，知法犯法，罪不可恕，当立决。从现在起，我不再是朝廷捕头，只是一个帮助七少商逃亡的江湖人。你杀了张武廖六，今天我要杀你，替他们报仇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危难。好，七少商，你让人忍无可忍，今天你的所谓侠义到头了。真的是顾惜咒。我还活着。原来你在传我魂入一气神功的时候，就想着与顾惜咒同归于尽。没想到，就连你
也因我气少伤和逆水寒剑的秘密而死。我绝不能再连累任何人为我去死。少商呢？我回来了。大当家的，少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顾喜昭已经练成了魔功，铁手和他同归于尽了。我们去京城吧。你身受重伤，还是先把伤疗好，其他的再说。如果没有魔功护身，此刻我便和铁手一起埋葬在这深坑里了。纵是四大名捕铁手也命丧我手，快哉，快哉！铁手被杀这个惊天动地的事，一定很快就会传遍天下。可惜呀，我就不能让人知道是我顾惜昭杀的。少商，好，我就让全天下都知道，铁手是你戚少商杀的。内力竟然无法聚在一起，想的是造了一击，神人不见。戚少商就在附近，若是被他发现，可就糟了。不如先敲山震虎。铁手者，戚少商。
是累了。你不知道，我一直控制着自己，不要萌生一死之心。我牵连了太多的人，甚至4大名捕中的铁手也难逃被我牵连而死的命运。我再无法忍受更多的人为我而死了。现在剩下你和老爸，还有郝莲，我绝不能再牵连你们。我决定独自去京城。我走了。你醒来不见我，肯定又要恨我。可是我别无选择。齐少商，你听见我的话？我看不起你！少商，少商。少商，少商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和你一起走。少商，大伙儿为你同生共死，你为什么还要丢下我们？不，齐少商，西红内委身高姬贤，有机会好言称水，你自己做交易换取他们3个人助你，装模作样假装无知，其实是为了苟且偷生，默认而已。你靠西红内出卖色相保存性命一事，早已经传遍整个江湖，你早已成为江湖人的笑柄。你若想一时耻辱，出来和我一战！齐少商，你和那些把自己老婆卖到窑子里，靠老婆卖笑为生的有什么区别？你不要上他的当，他这是在激你。大老丈，先离开这片树林再说吧。我问你，顾惜照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真的，你住嘴！贱人！我齐少商堂堂男儿，于世一名被你毁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愿意见到你了。好，齐少商，此生不杀你，我誓不为人。齐少商，算我看错了你。趁我还没有下决心杀你之前，你快走！大管家，你听我说，我手下奇迹大入，你也有份。我去把他抓回来吧。不用。天手死了，我也该回边关了。等一下，带我一起走。你跟我一起走啊？我这一生不知道要喜欢多少女人，不到最后，我是不会知道喜欢谁的。我知道。可是我不在乎，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不开心，跟一个人在一起一辈子也没用；开心，几天就够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现在想，过去好像跟做梦一样。开始，
我见到落难的七少商，我心底就暗暗发誓，就算天塌下来，我也不管，我只要救他，让他活下去。后来更难的是，自己必须活下去，他才能活下去。再后来，他终于能活下来了，可是他却走了。经过这么多生死，我明白了，有些人是不值得去爱的。好莲公子，带我去边关吧。老八，你也走吧。小妖，我警告你，离他远点，她是我大当家的女人。你若是敢动她的一根手指头，我也要你的手指头。你要是敢杀了她，我也一样会杀了你。好，我自己去京城找大当家的。好，麻烦你告诉他，今后他的任何事情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。还有我刚才发誓说要杀他，也都不作数。西郡主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的不要大当家的了？洪王姐曾经说过，你想杀他的时候是因为你爱他，你现在不想杀他了，就是不爱他了，对吗？你说对了，我决定不爱了。七少商，杨一雪耻辱，就出来和我决战吧！你刘子说是七少商杀了铁手，那是栽赃，是为了引诸葛神侯府上的人帮你杀七少商。哼，你可真了不起，竟然能将四大名捕中的铁手铁二也杀了。不过我没有亲眼看见你杀铁手，就做你半个见证吧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师妹。我没有师傅，也没有师兄师妹。嘘，这种欺师灭祖的话不要瞎说。你受伤了，重不重？你一个人在这里疗伤10日，不如师傅加你一指。我们走吧。我不会跟你去的。英子，见了玉树临风的美男子，你又春心荡漾了啊？你们胡说什么呀？你们几个到底是谁？哼，他们是你师兄。这是大师兄龙麝虚，二师兄孤狐悲，三师兄铁机灵，四师兄泡泡。你们师傅到底是谁？九幽神君。你没有办成杀七少商的事，现在有人要见你。是扶松树。没错，也是我师父的好友。你没有办成杀七少商的事，自然不是赏，是罚喽。我已经尽力而为了。哼哼，世上事往往只重结果而不问过程。
大师兄，还是我来吧。那么着急干嘛呀？伏虎牌，你们是相府伏虎堂的虞侯。杜西昭，丞相盛怒，已判下你无能失职之罪。我们领伏虎堂令是押解你回京。相爷要如何判处我？还好没有把你发配到大漠海角披甲做个军卒，只不过是把你发配到京城的开封大牢做个狱卒。不过一辈子不能离开大牢半步。放心，我会来看你的。我看你还是老实一点。来，拿枷锁来，给他戴上。等一下，能不能让我先回去见见我新婚的妻子？你家里是不是还有一个80岁的老母和不会说话的黄口小儿啊？在下的妻子失去了记忆，把以前的事情都忘了，连自己是谁都不记得了，只有我能照顾她。嗯？我看他老婆和你一样，得了转头就忘了失忆症了。是啊，我也经常什么都忘了。在下为补上戚少商，在江湖上结仇怨很多。如果我离开他，他一个人在江湖上遇到那些仇家，不知道会怎么样。让我回去见见我的妻子。不行，你要是抗命拘捕，就等于反了伏虎堂。我一定要回去见我妻子。不行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一定要回去见我妻子！你还是省